100块钱一个，昨天一下子买了40块银元。哦，你帮我看看赔钱没有？100块钱一个，买了40个银元，赔了多少钱？那我还是先看看你的啥银元吧。就是这一堆，有看你灰不溜溜的。我这拿回去，俺老公把我骂一顿，说我买这些东西都败家。这只能说明恁老公啊对银元不懂。你这些银元真假，我看是没啥问题啊。你看他这包浆啊，这都是一眼开门的，就是100块钱一个买的是真便宜。要么是你对银元不懂，100块钱这个价格瞎胡蒙；要么就是卖你银元的呀，他不懂。我们俩谁都不懂这银元我平时也没见过，价钱高了我也不敢给啊。那是，万一赔钱了咋办？银子10块钱一颗，我得控制好我的成本。再说卖银元的这家伙是我们村有名的大老汉。他说他以前50块钱一个卖的。我给他100块钱一个，他高兴的屁叽叽嘞。听你说这话，你也是对银元不懂。这次啊，你虽然说捡了一个大便宜，但下次我不建议你再去买了。银子说实话，那10块钱一颗，那是商场的卖的价格。我们个人买卖的话，也都5、6块钱一颗吧。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提纯的话，银价也都100块钱吧。这是真银假币的价格。而现在我因为不建议你再去买啊，是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那种假货，对吧？有的连银子都不是。你这100块钱一个买回来，万一买成假的了，说实话，你这可是分文不值啊。谁敢卖给我家的？卖给我家的，我直接去他家找他去。我这暴脾气，最生气的就是看不起那些造假嘞。谁脸上也没写自己是造假的。我的意思是，你不懂，不要去碰这些你不懂的东西。你这是买你自己村里边的。如果你在市场上或者是在半路上你遇到骗子了，那就买定离手。你发现假了，你再去找别人，那不都晚了吗？是不是？我运气好，既然你说的是真的，那你看看我能不能赚一半？反正这些银元也就4000块钱的本钱。哎呀，你这果然是语出惊人啊！100块钱一个买来，有没有赚一半？也就是8000块钱的想法是吧？你这叫傻人有傻福。这些银元说实话可不是按银价来算的，你这些大部分啊都是冤大头，这还有少量的这个传样。首先他们的年份很重要，8年的大头和22年的传样，可以说啊直接影响你这些银元的卖价。还有这些你这些银元里边有没有那些带斑的呀，也决定着你能卖多少钱。就这么跟你说吧，如果你这些银元啊壁面无伤无戳无磕，轻轻松松就按通货的大头价钱卖，1100一个没啥问题。即使壁面带伤带戳带磕，你说实话，这下来我也管给你700块钱一个，也是绰绰有余的。你这40块银元的话，我都给你按1000块钱一个估算的话，你这4万块钱轻轻松松啊。10万？对呀，我这一下能赚整10倍的利润吗？那最少是10倍。这比我上班强1万倍啊！老板，你可别拿我开脱呀！没有拿你开脱，你这是纯属是运气好。说实话，我做几十年的生意了，也从来没有遇到这么便宜去收货。你说实话，你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我得好好感谢我老公。那天正好他给我几千块钱。不然我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即使碰到别人卖，没钱也买不来呀。其实你最应该感谢的，应该是卖你银元的人。要不是他这个银元啊，你也不会赚那么多。咋弄？你这40块银元，如果说你不缺钱的话，你可以选择放一放，给孩子当个传家宝之类的。不放了，就得卖了。这万一人家知道了咋办嘞？卖了也行。我有一个建议，卖的钱回去多多少少给你那个村里边的人补偿一点。那我不能给他补偿，反正他也不知道这能值多少钱。我给他100块钱一个，他都可高兴了。这不用补偿了。没事没事，那反正他还不知道。那行，我给你算上，好吧？好。我要账要回来2块银元，俺邻居1000一块想给我买走，他开这个价钱可把我气坏了。你这俩银元啊，确实不一般，好像都是签字版，1000一个确实胡扯了，我也瞅瞅。你都不知道，我当时想呼他一巴掌。虽然说我啥都不懂，但是也不至于给我这样胡扯啊。那如果真是签字版1000一个，确实胡扯了，因为这个签字版啊，它是样币。但是你这俩盒子币大有问题啊！这一看就是液体盒子，里边装的银元也有问题。这搁着盒子看，这银元
这不开门。说句不好听的呀，这是不是银子还不一定。这看来你这对银元啥都不懂啊。我确实啥都不懂，但好在这个银元是评级币，评级公司的银元有二维码，能上网一查询，果然一模一样。这个二维码没多少用啊。刚才我就说了，你这俩盒子是业绩盒子，评级公司分很多种。你像国外的 PCGS、NGC， 咱国内的公博、华夏之类的，人家装盒子那都是很负责任的，哪像你这俩真可笑啊！这多少钱抵过来了？1万块钱抵过来了。我这个朋友真不赖，他说这俩银元卖不好了，能卖几百万，相当于送给我了。你真幼稚啊！几百万的银元，那朋友自己不会卖了，他只欠你1万，那剩下几百万他自己花多香啊！这个是基本常识啊。还有就是你这个朋友也太不地道了，你好心借给他1万，你这还钱的时候他也不能还给你俩假银元啊。你不能口说无凭啊！我确实是不懂，但是我是在网上找了专家估价了，人家一块给我300万。嘿，就这样的银元一块给你300万，这种伪专家你还值得的信任吗？说出去啊，真可笑。你不知道，现在网上有很多估高价的专家，专门看你啥都不懂，给你胡乱去报价，你可别信以为真。你信以为真，后续啊他会骗你各种费用。我知道你们同行是冤家，但是你为了忽悠我，也不至于这样诋毁别人嘛。你没有说能值多少钱吗？哎呀，你千万不要误会，刚才咱俩之间的谈话没有任何诋毁别人的意思。同行自古以来是冤家，那都是胡扯的。你只要论理，到任何时候啊都不能胡扯。第一，我很遗憾的告诉你，因为你的不懂行，上来1万抵过来俩大头，这相当于白白损失1万块钱。如果是普通的冤大头啊，你损失的少一点，损失8000。你这俩可不是普通的，你看3年签字版，这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8年带签字版，这都搞笑了。那据我所知，8年冤大头这可没有签字版，所以啊，你这俩业绩盒子极不靠谱。3年的签字版，他以前确实在民国的时候铸造过，是属于样币，都知道是银的。但是你这俩银元，我看了又看，这搁着盒子，这都不是银的。业绩盒子一般都是国宝帮最喜欢买的，因为国宝帮真币他买不起，古二街地摊上几十块钱买这俩大针回来装装，殊不知啊，你买了10块钱，说实话一个都卖不掉。你别在这胡扯了，10块钱一个，你开这个价钱你疯了吧？俺邻居给我1000我都没卖，你给我10块钱算啥？我也是实话实说，这种业绩盒子也就10来块钱的成本，他这个在古二街上也最多也就几十块钱卖，这是他的一个成本。但是恁邻居呢，可能也是似懂非懂，他既然能开到1000，他都了解现在的银元行情，他给你开1000的价也不作数。好了，别胡扯了。你也不识货，俺邻居也不识货，还是那个专家识货。我刚才都跟你说了很清楚了，现在网上有很多专家专门借估高价之名，然后让你拿着银元去找他们，后续呢会忽悠你各种费用。好，银元多吧？你那吧，你多问，多学一学吧。这个专家我感觉非常靠谱。你为了诋毁别人、低价收我的东西。好，那你去找专家吧。啥东西拿出来看看呗？啥东西别吭劲啊！这可是个好东西你看你这弄多神秘！你看见了，这都你看看来，啥来？你看看，冤大头。对，咦，还是个5块了。5块的。咦，我跟你说，我听俺邻居说的还有原来他家里面有几块1块的，冤大头1元，你知道吧？你知道他卖多少钱？8000。我在家斗一个5块的，你开玩笑，我叫你看看来。我都想知道你这5块的搁哪弄的？5块的搁哪弄的？我现在。我跟你说说吧，俺家那个老房子不是扒了吗？俺姨住的那个老房子原来不是都那砖带土的那种，上面带那个船子那种扒了之后，他从那个梁上面是吧？够下来一掀，对，当叶子掉有个这都是他那压的那时候上面落了灰，我叫他擦擦嘞。你这拿过来的目的是啥？拿目的我都让你看看了俺邻居说的1块的都卖8000，这家伙1块值8000，5块58，那不得值4万块钱吗？你感觉？你这算数算的挺好的咱卖任何东西不得先看看它的真假，对不对？那你看看嘞，那这从老房子里面扒来的东西，它能为是假的吗？这个东西我先跟你说这个5一上来
必加无疑。而且这个还是签字版，你这不你开玩笑了吗？签字版再来个5块，而且你要价那么高，这个东西啊5块嘞，在俺这里边都知道是假的。那不对，那俺邻居那1块的，那你说他才假的。1块的真没有5块的，知道吧？你这5块的弄的，哎，这都不是银子嘞，这一拖冲量一看这假了，必加无疑。你看你还说那么多，你懂不懂啊？我懂不懂啊？没有比我更懂的了。这个我跟你说，跑到全世界各地，没有人会说到是真的，因为他自古以来啊都没有。我叫俺邻居一个人看过，他给我说过了，1块的卖8000。你看他说这这点我看来是真的，人家做的记号。那不是，你原来打的戳他了，那不是，你这是假的。我这上面这戳印，我怀疑你是在逗我玩，一点不逗你玩。拿着回家好好的放着玩吧。你我这不值钱是吧？我看你不专业。好，我不专业。我再找其他人看看。找，你再找。你乱看，我跟你说。好，走着吧。啥东西拿出来看看呗。好嘞。啊，我看看。你看。啊。哎呀，2个中原，你这搁哪弄的呀？这是家里面那个祖传下来的。祖传下来的。你放好多年了吧？好多年了。啊，放好多年了。但是我看着这个颜色不对呀。咋不对呀？这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老一辈传下来的。你这准备干啥呢？有啥想法？有啥想法？看看叫你把值多少钱？啊，看看。娶媳妇。娶媳妇的。这现在你这放了这些老东西，咋说嘞？老东西，但是娶不了儿媳妇啊。咱搁这来说嘞，这不是都可值钱吗？就是有的他得看东西呢。我感觉这2个东西，看着颜色不对，边齿也不对，有问题。有问题，这2个东西。这老一辈传下来的会有啥问题吗？这个老一辈他是中途买的吧？这可不是真正的呢，真正的传下来的，看着不像，颜色不对，包浆也不对，总感觉有点问题。不是真的吗？看着不真，实话实说就是不真。这应该不是老一辈传下来了吧？那我跟你说实话吧，一个朋友那时候娶媳妇的急着用钱嘞，回来他跟我说，叫我帮忙弄，他说的是祖上传下来的。结果我2万块钱买过来的，你说这回买3档了。1万块钱一个。1万块钱一个。你想着又放了那么多年，咋着的？放那些年了，想着是。又想着又升值了嘞。这个我感觉这颜色有点问题。那都算了。那反正这个东西你再找人看看。中了。我也不骗你，我感觉不对，总感觉不对，看这颜色不对。那不中了，再回来再看看。那中了，那你再看看吧，中吧？好。反正得谨慎投资这些东西，一定得谨慎。中。也并不是说像你想象中的，我能娶儿媳妇之类的。是的。好。好。哎呀，万没有想到啊！我这还没有结婚嘞，我这就已经提前成为百万富翁了。这一块大庆银币价值500万。单看这个带刺的这一面，和常见的大庆旋转差不多，几乎没什么区别。你反过来看，它这个确实是价值500万的短须龙。这银元是搁哪来的呀？我跟你说吧，这个是俺前女友送我的。我昨天收拾房间的时候才找着的。想着这不值啥钱嘞，结果去古玩街转一圈，别人竟然都表示买不起。买不起可能是应承话。一般古玩街卖的，要么就是现代的艺术品，要么就是正儿八经的老银元。看你这个银元说买不起，那都是客套话，因为你这个银元可不是一眼开门，背面这相当于是未流通的品相，材质也确实是银的。基本上像这种样币都不会轻易拿出来送人。我肯定不是一般人啊！你看我长得人又帅，对，嘴又甜，俺前女友家条件那也是非常可以的，他爸都喜欢玩银元，这是他拿的他爸的。那我没猜错的话，那前女友他爸应该是属于国宝帮。基本上像这种样币也只有国宝帮喜欢买，因为国宝帮主要注重一个名，就是在其他人面前挨面子，见谁跟谁说我的银元没有便宜的，都是几百万起步的。
你说这话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他爸我也见过几次啊，好像也没有你说的那么有钱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这个玩音乐对于郭宝邦来说啊，也算是兴趣爱好吧。因为他们对音乐是似懂非懂，总感觉花1000买一块冤大头有点贵，花几百买一块大直音乐可以装点牌面。你说他不懂吧？他给你抬来脸红脖子出来。反正俺现在已经分手了。他昨天给我打电话要这一块音乐嘞。哦。没想到我找专家看看。乖乖嘞，竟然一下子价值几百万。你绝对是在网上找了专家乱估了价。现在网上专家比较乱，他们可不管你是啥样的音乐，只负责给你使劲往高了报价。至于能不能卖掉，他才不管了。既然你们都已经分手了，这个短须龙你还不如还给他算了。你看你这话说的，以前我这不懂价钱，我可以还给他。现在我打听到这么高的价钱了，我肯定不还给他了。那你这话说的是见财忘义啊！无论怎么着，这是别人的东西，人家既然要，你都还给人家。你所说的能值几百万，那可不会就真能卖几百万。我刚才都告诉你了，网上专家估了几百万不靠谱，那都是借估高价之名，后续要忽悠你其他费用。因为这个大清短须龙啊，它是属于央币，在过去招币场只施助了极少一部分，只有实权的达官显贵才有资格弄到手，能完准的保准下来啊，这都是传家宝级别的，所以不存在送人之说。再说那前女友他爸是属于那种郭宝邦的选手，自然手里边的银元大多数啊都是有问题的。就拿你这个为例吧，银子倒还真是银了，就是币面压力不行，这压力啊就不是这个央币该有的样子，太浮，包括贬值，你看也是一样的。币面压力这都是一眼假，市场价200一大管，你说你要它干啥嘞？我已经忍你很久了啊！你这话说的也太不负责任了。这么好的几百万的银元，到你这就变成200了嘞。我给你解释为什么这银元值200啊？因为过去的央币啊，它的存世量少，所以值钱。而你这个银元，这各方面都不显老，做工很明显，它比不上国币招币场了。200只是它的一个银价而已，所以也没什么负不负责。我感觉啊，你没有跟我说实话。人家网上专家很负责而且说话也很好听。价格咋就相差那么多嘞？确实价格差距大，事出反常必有妖。至于价格的话，你可以多请教请教别人。这个说话好听没有什么用，实话说实话本身就不好听。还是那句话，网上专家给你开了几百万，那都是唬人了。你提前了解一下估高价这方面的骗局，防止被别人忽悠了。算了吧，我200块钱肯定不卖给你，几百万我随便卖。那行，卖给你200，除非我傻了。那你再转转。今个去澡堂那儿洗个澡，然后捡到一个硬币你看我没见过，你看值不值10块钱？感情你这个可真不是这个硬币啊，这个比常见的那个硬币大那么一丢丢，这种是半元，值不值10块钱？这看来这东西真不是你的。咋不是我的啊？现在都是我的。我洗澡的时候给月捡的。洗个澡能捡到一块中元，这事儿确实是第一次听说。你在澡堂子洗澡能捡个戒指都很正常，有时候打沐浴露对吧？那戒指脱落了可能会掉。谁会洗个澡拿个中元去洗澡你看你问的我不是搁我家脚我也不会发现它。现在脚搁来头上了，管我卖10块钱买个烫糕点。去了10块钱，嘿嘿，你这要求说实话也不算太高，还不够你的这个脚疼一下子嘞。我给你100，你给我放这吧。100 100就100吧反正我也没啥用你不吃亏就行了。我跟你开玩笑嘞，这个中元100块钱能买回来，我都不敢相信，就跟做梦似的，这太便宜了。啥意思买卖两清我不吃亏你说话也就算了你不能不要耍我。我不耍你，我没耍你的意思。我说这个花100块钱买这个东西太便宜了，你100块钱你去上哪买中元去？因为你这个对银元不懂，我不能欺负你我刚才给俺朋友在打赌嘞俺朋友说了能卖100块钱请我吃饭。那你这朋友肯定得请你吃饭了，这100块钱轻轻松松都卖了。你这个品相还不错，我感觉着这咋着也得卖个几千块钱几千对呀我感觉只值个10来块钱你给100我都卖，我都想卖你现在又给我几千你主要是对银元不懂，银元能值多少钱完全是看它的品相和发行量。你这个是属于中元它这个发行量比较少，你看上面写的非常清楚，
每2枚当1元，也就是说，在过去啊，2个中元才能换1个冤大头银元。哦，这2个冤大头才换1个冤大头是吧？2个银元啊。对对。我对这主要是也不懂啊，我还以为是这2个是不一样，是1块钱的那个。哦，你是对银元不懂，不是你想到哪儿了？这上面的银元可不是咱普通的1块钱。你第一次见这样的中元，说实话，很多人家里边有银元的呀，都是以那个冤大头居多。这种中元在过去啊，它的使用率很低，所以这个家里边有这种银元的确实很少，见过它的都很少，物以稀为贵。这过去啊是2个中元换1块冤大头，现在5、6个冤大头啊，还不一定能换1个中元的。哦，俺家也没有冤大头，看看到底值几钱吧。冤大头它只是一个价格参考，既然你不懂，我都跟你说简短一点，好吧？你这个中元品相不错，这上手的第一感觉啊，就是这个中元洗过了，壁面的字口，夹合，包括这个圆相，你看非常清晰啊。你看它的发丝，基本上没有杂，流通都还在。除了这个脸上，你看有这个少许的流通痕迹之外，你这一块中元也算是全身打了。它这个含银量其实只有75%，在过去啊，大家主要是看它这个银本位，所以说大家都不喜欢兑换中元。再加上它就发行了1个年份，就发行了1个3年，注量量又少，所以目前它这个价格就贵了。你这个品相嘛，我最多现在能给到你6000。啥6000？对，小小一个东西卖6000啊！对，真没想到，可以买那么多。幸好，10块钱没有卖给俺朋友。哦，那朋友想10块钱给你买走，买这个东西啊，实话实说，他不是看它的大小嘞。那朋友10块钱给你买走，说白了，真给你买走了，你卖了也太亏了。我肯定得多一个心眼，100块钱卖了，请我吃顿饭，我自己卖了，我可以吃60顿饭。不是吃多少顿饭的事儿，主要是你对这个东西不懂，你不懂就别说了。实话实说，你这个中元状态不错，如果说你不缺钱啊，你还是最好是别卖了，自己留着玩，懂吗？以后说不定价格会更高。好，还拿回去吧。好，走，好，谢谢老板。没事。大家好，很多朋友问我，以前农村老一辈留下的风匣，现在收藏市场行情怎么样？今天我们通过视频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收藏市场里面的风匣。风匣是老一辈喊出来的，它的学名叫做风箱。在过去30年前的农村，家家户户都用它。外形上，风匣是长方形，全部都是用木头定制的。打开风匣，看看它的设计原理。通过一推一拉，可以进风出风。风匣其实就是以前灶台做饭用的鼓风机。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这个风匣即使在农村也很难见到它的身影，已经转身到了收藏市场，变成了稀罕物。现在我们的收购人员在农村挨家挨户收购的过程中，确实很难找到风匣的身影了。有时候到一个庄子上，甚至谁家有风匣都变成了稀罕物、老古董了。所以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对风匣的热爱越来越多。真正纯手工、保留品相好的、有一定年月的风匣，现在收藏市场也很难寻觅到。或许现在很多00后的朋友都还不知道风匣是什么，但是真正使用过风匣的朋友都知道，使用风匣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文化价值，在今天才显得更加宝贵。或许很多朋友也会问到，像这样的风匣在今天能值多少钱？我觉得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不能因为它的价值而去特意收藏买卖风匣。在用风匣的那个年代，以及风匣留给我们的文化传承，更值得我们去保护现在市场上存留下来的风匣。做有意义的收藏，才是对收藏最好的诠释。好，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说到这里。喜欢老韩大哥视频的朋友，记得加一下关注。有什么关于收藏方面不懂、想知道的朋友，发私信或者是在屏幕的下方留言。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哎，可把我气坏了啊！几百块一个银元，只给我20万哦！这个人咋不识货嘞？你这块银元确实不得了，
这个是原相飞龙，这笔面猛一看，这是一眼大开门啊！哇塞，你这还不是普通版了？你看这个地方竟然带签字，签字版原相飞龙啊！二爷40年前都跟我说过，这个银元不简单，说黄金在之前给多少金都不换，因为这个银元稀世可铸。那爷爷打这个比喻非常恰当，黄金有价，银元无价，尤其是军阀币。就单说原相飞龙存世量已经更少了，你这种签字版原相飞龙是以个为单位的，因为这种是样币，当时就没有发行过。我想问一下，这个飞龙是哪来的？这是袁世凯以前是俺爷爷的爷爷，当时我们两家好像站在迁移啊，我就是象征原在的。哦，我知道袁世凯的老家是象征原在，被你这么一说，好像这个原相飞龙的出处也比较清晰。为什么这么说吧？因为这个银元大珍啊，主要讲究一个传承有序。像这种签字版的样币，当时从造币厂出来之后，都有记载。这银元确实俺家祖传的，你放200个心。30年前就是给我20万了，现在不能折20万。30年前的20万肯定和现在的20万区别巨大。当时20万的购买力，现在恐怕得200万了吧？30年前，你像一块普通的元大豆才几十块钱，现在一块元大豆都在1000元以上了。更何况你这种大珍级别的，这个价位不可估量啊！对呀，给我20万，这说明他不识货。还说什么拿去入盒？不入盒的话，还是我的东西，就是差扯淡。可能给你20万的这个人比较稳妥一点。你不知道，像这种银元大珍啊，不入盒现在很难卖。它不是袁大头龙样，一般几千块钱就随便买了。这种银元动不动几十万、几百万的，那不入盒，对吧？也可能是怕赔钱吧。再怕赔钱也不能给我20万。我看你比较懂啊，你现在你给我估价吧。玩银元啊，肯定多少懂一点，因为这个原相飞龙基本上都是我们普通个人家里边银元的天花板了。有原相飞龙的家庭都得是100万里挑一了，更何况你这个是签字版的嘞。说句实话，一般和袁世凯没关系的，还真找不来这种原相飞龙。因为这个原相飞龙啊，它是样币，它不像原相飞龙纪念币，大官显贵家里边都可能有。这种样币啊，当时就失住了几枚而已，因为没有发行的缘故，加上这个模具啊，当时都给销毁了。像你刚才说的，和袁世凯有点亲戚，恁爷爷的爷爷具体哪来的都无所谓了。依我看，你这个飞龙样币啊，底板非常好。你看包浆有点带环彩，尤其是这一面环彩深一点。最重要的是笔面都带底光，那只能说明啊，你们家保存的比较好。我个人看 AU 级别吧，给分的话能卖个300到500万吧。500万太少了，我理想价钱1个亿。说实话，你给500万，我不想卖。再花100年，说不定值2个亿。说实话，100年后的事情我是真不知道。毕竟像咱普通人啊，只能看到眼前的事儿。1个亿是你一厢情愿认为的，咱俩不抬杠。你现在卖的话，恐怕确实找不到合适的买家。1个亿，你说买这东西能干啥？图为稀为贵，下面装个石头，说不定一个1万户看上了。那我不就卖掉了吗？那你这个想法有点像那种守株待兔，你得有足够的时间去等，你得了解银元的市场行情。现在分版啊分的比较细致，每个版都有相应的价位，加上最近大环境不好，这个银元啊适合买不适合卖，我建议你啊再多找人问问。算了，你看你也没实力，我再找有钱的吧。那好吧，给你去找有钱的去吧。我有一个客户是小白，他拿一个银锭给我换成400克的银肉镯，你帮我看看，应该不会赔钱吧？我看你这个是10两的馒头锭，换成400克的手镯，肯定不会赔钱啊。好歹你这个是古董啊，来我看看这样的。英雄所见略同，咱俩可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感觉也不会赔钱。其实啊，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玩意儿。第一次接触这种平基盒子锭。首先啊，你一定要学会看真假，最起码你得学会输入它这个盒子上的编号，去官网对比细节。不过好在你这个馒头锭啊，一眼大开门，你看锭面带光，平基给分也挺高的 ，MS60+，相当于是未流通的状态了。10两的康基商锭，用400克银肉镯换的话，你这是大赚特赚。我感觉也多少能赚点。因为凭借我开金店这么多年的经验啊，我知道我这个客户就是啥都不懂。那用银锭去换银肉镯，肯定这人啥都不懂。给你实话实说吧，一般家里边有银锭的，很少有人懂它的行情。
你像过去90几年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拿这些东西出来加工银手镯，加上之前毁坏了也有很多，所以像这种银锭啊，存世量并不多。说实话，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才敢用这400克银手镯换。但是啊，俺老公更细心，说这个银锭含银量低。其实恁老公的担心是多余的，无论是银锭含银量多少，咱都可以肯定一点的呀，银锭不会毁坏，当旧银子去卖。何况像这种过去适量的商锭，对吧？含银量也并不低啊。你通过它的银色，你也可以看出来啊，含银量在998左右。你可说着了，我看着颜色也可白，对吧？他说了，这个银锭也不是他家传的，是别人送给他玩的。你可说对了，一般拿这种银锭去乱换银手镯的呀，通常都不是自家家传的，毕竟不是自己家里边的东西，往往都不知道珍惜，不然这一次啊，也不会让你捡这个大漏。意思漏就行。刚才那个客户给我打电话了，咋说？还想从我手里要回来。你看看能值多少钱吧？那给你要的话，你还真得给他还回去了，因为这个适量的商锭啊，你看状态该这搁着了。首先从重量上来看啊，380.6克的重量，换走你400克的银子，这明面上是他赚了你20克的这个便宜，你加上400克银手镯，应该好几个吧？整整7个。7个的话，每一个手镯又多了一些工费在里边，但是你的成本也不高，能换回来一个适量的商锭，价值也是没法比了。因为这个适量的锭子啊，你按克，那你现在也得20-30一克了。商锭的贵贱主要是看它的状态。首先你看这顶面完全没任何毛病，顶面带光，包括它这蜂窝也是无可挑剔的。云南馒头锭啊，看着非常舒服，中间这个康记这个戳啊，应该打的不是太深，你看一侧深，另外一片浅，相当于是银元里边的弱打现象。好歹公模评级给的是 MS60 加的分值，综合打分的话，我看还是不错的。我个人看价值的话，应该在1万以内的市场价。1万的话，那我这一次就赚大几千了。因为现在银子价钱虽然说贵点，我那7个手镯成本都在工费上，卖给你吧。你刚才不是说客户给你打电话要了吗？你这转手卖了，这也不太合适吧？我告诉他已经卖了。那你这种行为是属于到嘴的肉不想吐出来了。你这样处理事情很容易引起纠纷，毕竟你这一下子赚走别人这么多钱，不合适。我建议你可以把银锭还给客户，那7个手镯你该咋收费咋收费，正常收费不就行了吗？你这话说的太清楚了。如果这个银锭是假的，那我400克的银手镯全赔了。对，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那你这样说的话，多少确实有一点道理。那你也算是冒着风险收别人的东西，确实不容易。具体该咋办？那你自己拿回去吧，跟那家人好好的商量着，你到时候你看着办吧。好，我回去商量一下，谢谢你啊。没事。